他为了帮父母还债，不惜辍学打工，在社会基层摸爬滚打了20年，尝尽苦难，还清了所有债务。父母却在狱中悲伤过度，双双离去。他在父母坟前跪了3天3夜。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再坚持一下？我们就要过上好日子了。突然大雨倾盆，一道闪电袭来，青年晕了过去。睡梦中，陈立川被熟悉的声音吵醒。我不是在父母坟前吗？我这是在哪里？抬头看到墙上的字，现在不是2024，而是2004年。这里不是我以前的家吗？难道我穿越了？一大早，陈喜顺就在客厅里来回踱步，声音嘹亮，电话一个接着一个。哈哈哈哈！记得过来，福瑞龙大酒店中午12点准时开业。刘局，金必须得到。我儿子不负众望，直升本科线，给我老陈家长脸吧。陈喜顺的笑声越发张狂，这语气像是他儿子考上清华、北大似的。爸妈，你们见到父母的那一刻，陈立川激动地哭了起来。陈喜顺和金巧玲顿了片刻后，很有默契地哄堂大笑，以为儿子假装可怜，又要找自己要钱了。停，我们给你钱去玩。陈立川愣愣地站着，重新经历一遍时，才更加深有体会，他这一家子为人处事是有多么高调与荒唐。考这么点分数还敲锣打鼓的去庆祝，那不是让人看笑话？再说了，这么铺张浪费，不知道电器城以后怎么倒闭的。陈立川紧蹙眉头，一副说教的姿态。他记得很清楚，就在大一入学不久后，就因为资金周转问题，电器城破产，父母甚至因此锒铛入狱。听到儿子的这语态，陈喜顺和金巧玲相互对视，顿了片刻后，很有默契的哄堂大笑。儿子，前2天跟你说这事，你可是满口感谢，高兴的不成样子，现在突然发什么神经？金巧玲撇嘴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对于儿子的话从来都不会放在心上。呵，喜事吗？当然要庆祝，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儿子出去闯社会，你得像你老爹一样，为人豪迈大度，这买卖才能做得开。陈喜顺干巴的笑了几声。陈立川深感无奈，这些几日一直在给父母灌输危机感，可眼瞅着越做越大的电器生意，谁会想到买卖说他就他？更何况一个毛头小子的话。而且陈立川在父母眼里是极不靠谱的定位，能拿得出手的仅有侥幸达3本线的成绩。算了，只能自己调查电器城的情况了。陈立川默默想着，但潜意识的自己对自家生意从未上过心，眼下没有任何头绪。突然响起的门铃声打断了陈立川的思绪，以为是老爸那些不靠谱的狐朋狗友。开门时略显烦躁。谁呀？是你，齐思瑶。陈立川嘴角上扬，淡出一抹友好的笑容。虽然时隔多年未见，又怎么会对一中的校花没印象？在学生时代，他算是每个学生为之努力的目标。当然，陈立川也不例外。尤其是到了大学，两人又在同一城市，条件上给了他很大机会。但后来家庭破产，也让陈立川不再抱有幻想。虽然多年后小有成就，但很多事，包括对一些人的情感，早已陌生。是有什么事吧？陈立川很客气地询问，但早已没了年少时的激动。此刻有的只是那份平淡的同学情谊。但这一幕似曾相识，上一世好像齐思瑶也来家里了。当时我爸我妈。思索中，陈立川扭过头，果然2张满是灿烂笑容的脸凑了过来。哎呀，是思瑶来了呀！不等齐思瑶开口说话，金巧玲一个箭步冲了过去。闺女，快坐下歇会，这么热的天，别中暑了。阿姨去给你切西瓜。金巧玲一边说着，还向陈立川挤眉弄眼。这可是齐局长家的闺女，让儿子与她关系更进一步。思瑶，待着看会电视，一会叔开车带你们去酒店，你爸也去呢。一旁的陈喜顺也笑意盈盈地说起，直接给齐思瑶做了安排，还贴心地为其打开电视。我一会还有其他事。齐思瑶小声拒绝，可两口子的热情竟太夸张。金巧玲已经端着切好的西瓜走来了。陈立川能看出齐思瑶的烦躁是有多么明显。尴尬的是，上一世我还傻乎乎的以为人家这是害羞，对自己有好感。毕竟自己家在县城里开着最大的电器城，一辆雅阁轿车可谓相当气派。阿姨，真的不用了。齐思瑶想要拒绝，可西瓜已经塞到了怀里。妈，虽然毕业了，但班长还要忙同学们复读的事，哪有功夫在咱家看电视？陈立川像是不识趣的将电视关了。班长是来跟我说复读的事吧？以你的基础，复读1年的话，有很大机会达1本线的，所以老班建议你复读1年。复读呀！陈立川没有任何迟疑的摇着头。好不容易回来，怎么可能浪费1年的宝贵时间？立川不复读了，直接上本科。电器城的生意越做越大，得让他尽快回来接手。说话间，陈喜顺还偷偷推了陈立川一下，意思再明显不过了。到了大学里，这俩小年轻能走在一起的话，那可是老陈家的福气。此刻陈立川的内心相当无奈。第一次因为老爸的不稳重，
陈立川感到丢脸。齐思瑶，辛苦你跑一趟，我真不复读了。陈立川斩钉截铁地说道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先走了。齐思瑶礼貌地向两个大人点头示意后，便起身离去。当屋里只剩一家三口后，陈喜顺迫不及待地教育起儿子的不懂事。都要是大学生了，还这么扭扭捏捏，你得成熟，把幸福握在自己手里。屋外的歌声缓缓飘进屋子里，陈喜顺终于停下絮叨，又跟着哼唱起来。如果那天你不知道我喝了多少杯，你就不会明白你究竟有多美。我也不会相信，第一次看见你就爱你爱的那么干脆。爱你爱的那么干脆，这一段词，老爸的唾沫星子都喷在了我的脸上。啊，妈，我去店里了。这么早去店里干什么？是不是又想偷拿店里的钱？中午早点去饭店，别在网吧玩的忘了时间。都大学生了，还这么管儿子干嘛？拿钱就拿钱，谁还没几个朋友？再说你老公，我又不是挣不到钱。不得不承认，老陈的这些话足以让一个青年飘飘然。所以上一世，我之所以那么傻逼，离不开老父亲的栽培。一首我的老父亲送给你。走出门，老旧的光阴一幕幕出现在陈立川眼前，让他产生一种不真实感。尤其走到秋河口巷里，拿着随身听摇头晃脑的学生，遮着半边脸的李子烫，都是他的青春。哎，是陈立川。徐婉堂急忙拉拽一旁的齐思瑶。你听说了吗？人家可是要办庆功宴的，排场很大，今早还给我爸打电话了。我不知道。齐思瑶背过身子，有意避开陈立川投来的目光。我看到陈立川给你留言册上写的那些话了，会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，为你护甲一方，谁敢伤你分毫，必将其千刀万剐。嘿嘿嘿嘿。徐婉堂表情故作夸张，笑声像鸟叫一样令人烦躁。我已经撕了。齐思瑶冷冷道，同时狠狠瞪了徐婉堂一眼。他从心底里排斥陈立川那一家子人，尤其今早的那一幕让他很不舒服。各位早。陈立川走来，摆摆手，大大方方地与同学们打招呼。再次偶遇齐思瑶，自是没有多想，而是幼稚地去质问：哎，你不是去找其他复读的同学，怎么会在街上闲逛？齐思瑶觉着不自在，索性就背着身子不去看陈立川。你们拍大头贴吗？陈立川又随口问道，目光落在徐婉堂身上，因为眼前的这三位同学只有他在看自己了。还有一位男同学，应该叫刘伟伟，也学着齐思瑶低头不说话。徐婉堂轻轻点头，算是回答了陈立川，但之后又没有其他话了，显得极为冷淡。先走了。见状，陈立川大步离去。我当然能够看出他们的不热情，亦或者是厌恶，但这又有什么关系？不过是些孩子罢了，更何况自己原来的品性确实不怎么讨喜。对刚才的那几位同学，前世的记忆很少，或许以后都是泛泛之辈。倒是齐思瑶他爸，只是听到了不少厉害的传闻。对了，那女生是徐婉堂吧？陈立川扭头望了一眼，但还是想不起来当年的事，又隐隐觉得非常严重。思瑶，你这样冰冷的态度，看来让陈立川心碎了，忽然好心疼他。婉堂，你再这样的话，我就回家了。徐婉堂撇撇嘴，安静了一小会儿，就又说起有关陈立川的话题。中午我得跟我爸去陈立川那里，不过想想应该挺有意思的，也不知道那家人会出什么洋相。你可真怪，换作是我的话，打死我都不去。齐思瑶淡淡一句，便拉着徐婉堂往大头贴机器那里走去。轮到他们了，刘伟伟紧跟在他们身后，因为刚才齐思瑶对陈立川的态度，让他始终挂着一抹笑容，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。合照时，刘伟伟的肩膀小心翼翼地靠在齐思瑶身上，姑娘并未看。最后他们都笑了，在大头贴上留下只属于他们的青春回忆。哈哈哈哈！通知完齐局长后，陈喜顺开怀大笑，估计邻居都能听到这放肆的笑声。这人和人的交往，一来二去的几顿酒也就熟了。这次一定要跟齐局长结交好感情。再说还有立川和思瑶的这层同学关系。陈喜顺坐在沙发上侃侃而谈，一旁坐着的金巧玲也在窃喜。只要搞好这层关系，电器城的生意指定会越来越好，生意路更宽，最好呀，亲上加亲。与此同时，在小县城唯一的高层小区里，哼，这个陈喜顺真是没一点分寸，邀请我们全家去参加他儿子的升学宴。我跟他的接触不过是在饭局上凑巧喝了一次酒而已。齐宏志怒不可遏的训斥，不过他的话很在理，他这个身份非常忌讳乱参加饭局，很容易被人做文章。这陈喜顺太想当然了，关系还没到那一步呢。真有意思，老是把咱们思瑶给扯上，想的比梦的都美。我看咱们直接别去了，不给他陈喜顺面子，他又能咋？齐宏志沉默了片刻，像他这样面面俱到的人，自然不会平白无故与一个人交恶，毕竟伸手不打笑脸人。中午我不能去，但是你得去，带着思瑶一起，就是去参加很普通的同学升学宴。这样哪怕我不参加，只要你跟闺女到场，诚意绝对够的。齐宏志这样安排，看似拉近了关系，实则又撇清了关系。这样啊，那好吧。白翠云缓缓点头，一些大事的安排上，
从来都是听其衡制的。在电器城门口，一群狐朋狗友在等着陈立川，而他这次排斥的态度与以往泾渭分明。今天不去网吧了，一会儿店里还有事，你们去吧。大清早的，店里能有什么事？走吧 ，CS。外号叫彪子的青年大声嚷嚷，用力拽了一把陈立川。真有事，去不了。陈立川神色不悦，撂下这些人，径直往店里走去，然后关上门，意思很明显，就是在赶他。这陈立川这么不给面子，还想跟他打听一个女生的情况，等以后再跟他好好说说今天的事。彪子站了片刻后才离开。陈立川在老爸的办公室里开始查询进出账单据，清秀的面容上露出这个年纪不该有的严肃与认真。账本上并未发现有任何的端倪，可如果是后半年的事，不应该早就暴露出问题了吗？难道是被人故意陷害的？不然不会突然爆雷。你瞎说什么呢？我就是眼瞎了，都不会看上你儿子。平日里斯文的美女校花，突然在别人的升学宴上破口大骂，让现场一度的尴尬。小县城最大的福瑞龙酒店，此情此景，陈立川的记忆终于被彻底勾起。老爸在酒店门口挂起比别人家结婚还要大的拱门，上面赫然写着“祝贺陈立川金榜题名”的醒目字体。金榜题名，我原来怎么没有发现有这么嚣张的拱门？令人绝望的是，爸妈还在酒店门口高调亮相，何难迎宾。你说死不来，可对不起我从省城买来的海鲜。有这个必要吗？我可丢不起这人，还想在这小县城里活呢。糟了糟了！陈立川突然想起一件可怕的事，于是转身准备走，可陈喜顺眼尖跑过来一把揪住他，声音洪亮道：“立川，跟着爸一起迎宾，爸的这些朋友，以后可都是你的人脉。”我尿急，憋着，告诉你早点来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拖泥带水的一堆事。就是，听你妈的话，任一慧，今天你可是主角，不能掉链子。陈喜顺紧紧攥着陈立川，生怕这小子不识趣的溜走。川哥牛啊！一道洪亮且令陈立川绝望的声音，是自己的绝对死党马小超。上一世家里破产之后，一直靠他挺过来的，只是这货的性格吗？真没想到你能考上本科。马小超嘴一抿，笑了起来。嘿嘿嘿，听说今中午吃的海鲜是从省城买回来的稀罕玩意。那可不。这句话入了陈喜顺的耳朵，猛地一扭头，热情地给马小超介绍起海鲜，高调的起来。陈立川就夹在他们两人中间，任由两边的唾沫星子打在他的脸上，而在旁人眼里，是他们三人一起吹嘘那从省城买回来的海鲜。罢了，都无所谓了。这座小县城，我以后是不回来了。我爸为什么非得让我去陈立川那里？我跟他又不熟。好了，很多事你爸也非常为难，去了千万别给人家摆脸色。嘿，突然，在齐思瑶身后响起调皮的笑声，看过去后，果不其然是徐婉堂。你不是说打死也不去吗？同时，两个大人相视一笑，往酒店同行而去。金榜题名，哈哈哈哈哈！四个大字，徐婉堂如遇见了马戏团，也让齐思瑶忍不住露出白齿。这家人真的是一言难尽。是啊，撒网一样叫这么多人，也不考虑有没有棋局不方便见的人，所以带着孩子来，以同学关系倒是最合适的。是棋局的爱人来了，便拉着陈立川快步迎了上去。马小超和金巧玲立川家长，我们家那口子临时有事，实在抽不出时间，只能我带着闺女来给立川祝贺了。白翠云笑着解释，对其称呼非常谨慎。理解理解，棋局工作繁忙，您能和闺女一起来，我就很开心了。思瑶、万堂，一会儿是从省城买回来的海鲜，听立川说，今中午的饭可都是硬菜，没一个便宜的。这时齐思瑶脸颊抖动，是在咬着牙齿，而徐婉堂却没心没肺的大笑起来。陈立川真的快哭出来了。大哥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？马小超抬手一笑，一副兄弟我听你的自信表情。哈哈哈，您要来怎么能小气？陈老板的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我们家可吃不起这么好的饭，更是没这要求。爸，你能别吹牛吗？刚跟张叔、李叔、古叔那些人，可都是说为他们准备的。一句简单的话，化解了尴尬的气氛。陈老板电话里也是这么跟我说的，太会做人了呀。徐本江也顺势解围，虽然不怎么看得起陈喜顺，但这人的人品还是不错的。对对对，哈哈，那我们走，快请进。陈喜顺咧嘴一笑，马上又跟没事人一样，领着众人一同往饭店里走去。老爸，您能让我省点心吗？齐思瑶低着头，与同行的几位同学并未言语，但老妈嘱咐她的话一直都记得，并未表现出有任何烦躁的情绪。万堂，你们帮派还要人吗？我转到你玩的区了，天竺国。不熟。还有，你在我留言册写的那一页，我撕了。你这个人真是恶心，胡乱写什么呀？陈立川轻拍了下马小超的后背，理解少年的心情，此刻该有多么落寞。而徐婉堂一直把陈立川
马小超这伙人当作哗众取宠的小丑，对他们的厌恶之意从来不掩饰。徐老板，翠云，快坐，快请坐。陈喜顺喜庆的声音掩盖了马小超的窘迫。立川家长，我们都是来沾孩子的喜气，先安排孩子们落座吧。白翠云打断了陈喜顺的话，看似很客气的一句，实则划清界限，表明今天来的原因以及跟这人的关系并没有任何特殊。对，金巧玲开心的在白翠云身旁亲昵的说道：立川和思瑶应该在一个地方上大学呢，咱们两家越来越亲了，哈哈哈哈！这两孩子关系可好了。今早上思瑶还来家里找立川呢。立川，这大热天的，快给你白阿姨倒水。还有咱们思瑶。当下白翠云的脸都黑了，齐思瑶就更不用说了，稚嫩的面容挤出了80岁老太的褶子。这家人是怎么一回事？这么不要脸，谁跟你们越来越亲了？听不出我刚才话的意思。陈喜顺还嫌儿子不会来事，抬头瞪了陈立川一眼。咱们思瑶果真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，老爸和老妈天先配。不用，还是赶紧去招呼其他人。我家思瑶是班长，与班里的其他同学都处得很好。陈立川并没有殷勤的去倒水，遭受了老爸老妈不少白眼。哎呦，思瑶这姑娘真要是成了我家媳妇，还不得给买房买车，这辈子都是为她忙着挣钱了。这是金巧玲说的最妄想的一句话。够了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我就是眼瞎了，都不会看上你儿子。金巧玲的脸色别提有多难看了，身子僵住，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，真是丢脸丢到家了。平日里严格要求女儿言行举止的白翠云，倒是有种说不出的快感，所以也没去批判齐思瑶没礼貌，嘴角幸灾乐祸的翘起。妈，儿子给你倒杯水，您就喜欢开玩笑，白阿姨你可不能生气哦。陈立川笑容温和的看着白翠云，是我家姑娘被惯得没边了。白翠云只能虚假的责备了齐思瑶。爸，咱们的海鲜呢？大家都饿了，您还不去催啊？是啊，哈哈哈，光顾着说了，我去催催。经过小的插曲，陈立川的升学宴就在如此滑稽的氛围中进行着。陈喜顺口中吹嘘的省城海鲜，白翠云并没表现出多大的兴趣。中途接了一通电话后，便领着齐思瑶告辞离去。这对于姑娘来说也是一种解脱。川哥，你不出去送送吗？怕这一会儿功夫，你把海鲜都吃完，有人不想吃，咱们多吃点。哼哼，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人家不愿意就急了，阴阳怪气的。什么叫有人不想吃？你看思瑶他家稀罕吗？你小子快吃，别吃亏了。陈立川都没去看徐碗堂，大口吃着海鲜。加盟店的利润还是可以保证的。现在各大品牌商神仙打架，为了抢市场都在亏钱卖。但三包政策落实后，经销商也是一堆破事。在咱们宁县，也只有陈老哥能把摊子做大。一个中年男人谈及起电器城的生意，一下引起了陈立川的注意。但对那个男人，陈立川只感陌生，没任何印象。儿子想跟老爸去狱卒，却被老爸骂了一顿。转身回去就把老爸给卖了，拿到奖励就去了网吧。一首《心语心愿》已经被网管循环播放了好几天。哥们，开2台机子。知道了，哪2台？36、37号贵1个小时，8块，玩不玩？玩。陈立川感到肉疼，妥妥的高消费，又买了3瓶饮料。这是马小超担心徐碗堂口渴，可还没走到马小超那里，一道熟悉的身影掠过自己的身旁。是徐碗堂，什么情况？直接走了，把超哥拒绝的这么彻底，这么绝。陈立川很快发现低头坐自己的上一言不吭的马小超。徐碗堂怎么走了？你跟他说什么了？告白了？他就那么讨厌我？我刚刚坐下，都没来得及跟他打招呼，徐碗堂站起来就走了。这样啊，听哥一句劝，外面有更好的，别只盯着眼前的。对于这个年龄，你离开，我就失去全世界的动魄情感。实在没心情多去理解。算了，都开机子了，那就玩1个小时吧。一会跟我去电器城，我有些事跟你说。陈立川坐下来，打算回忆自己逝去的青春。不过在徐碗堂离开位置的右手边，还坐着陈立川的熟人。这小妮子太不给面子了，妈的，就这样跑了，下次可要好好招待她。彪子冷冷说道，在发泄心中的怒火。10分钟之后，不是小超，你跑去中路干什么？有我守着，下路没人啊！下塔剑圣进来了，防下他。你防下他，放下谁？他。立川，你说什么他？马小超长长的吁了一口气，心原来真的会动。防下他。别说了，我放不下。马小超用力一砸桌子，泪水顺着脸颊滑落，并跟着音乐轻轻哼唱。眼睁睁地看着你，却无能为力，任你消失在世界的尽头。这滴游戏以后绝不能完了，生一肚子气。陈立川暗下决定，大步走出网吧。马小超跟在他身后。陈立川，你等一下。彪子，什么事？陈立川紧皱眉头，
从心里很抵触这类人。徐婉堂跟你是同学，关系不好，再说都毕业了，怕是见了面都不打招呼，怎么了？你问他干啥？陈立川心里涌起深深的厌恶，这彪子什么肮脏想法，脚趾头都能想出来。那女的有对象没？家里是干什么的？这我真的不清楚，上学时就没说过几句话。那你帮我打听情况。行了，我帮你问问。陈立川假意应了下来，抓紧问问。对了，来上网说我的名字，可以能给你便宜点，明天我去找你啊。彪子满意的笑了笑，随后又走去网吧那里。只是望着他的背影，陈立川只感后背发凉，终于记起那件恶性事情。是的，我想起来了，受害人就是徐婉堂。陈立川刚到店里，就听到办公室里因高拔调的说话声，声音倒是耳熟。新建的商贸城有统一的标配，要搞大型的中央空调，赵经理可必须从陈老板这里走货。在宁县的口碑，你随便问问去，没人说一句不好。你李立民都拍着胸脯跟我保证啊，肯定会优先考虑陈老板的。别的不说，至少我这里的售后服务，敢给赵经理你保证的。但话又说回来，跟这些大品牌相比较，质量其实都大差不差，就看谁服务好。新修建的商场在县城声势浩大，里面的软包是一盘鲜美的嫩肉，眼下能直接找到项目负责人，这就发财了。不过啊，陈老哥，咱丑话说在前头，必须把业务做漂亮了，这样市里开发的新商场的空调软包，赵经理才好推荐你。这一听这话，陈喜顺睁大眼睛，激动地盯了李立明好片刻。要是能把市里的业务承包下，利润不敢想啊！想来立明这兄弟没白交，绝对够意思。赵经理，你放心，我可是干技术工出身的，都20多年了，肯定把业务做漂亮了。我相信。那咱们以后可就是一个战壕里的兄弟了。哈哈哈哈！来，喝茶。陈立川安静地听着办公室里的谈话。几百元的空调机，厂家都在抢市场，要实现大众化的空调普及到一般家庭，往往经济落后的地方就是最后一步。陈立川思考着电器市场的发展规律。老爸怎么会突然搭上外地项目负责人的这条线？真的是机会吗？还是陷阱？走走走，先去洗个脚，按个摩，完事咱们去提提。我来给咱们赵经理安排。随之走了出来，正眼一瞧，怎么儿子在门口坐着，不好意思地抿了抿嘴唇。那啥，你小子回去别跟你妈乱说，免得又鸡飞狗跳。那你带我一起去。他现在对那个叫李立明的中年男人充满警惕，想要接近，多去了解这件事。当下陈喜顺愣住了，没想到儿子会来这么一句，身后的赵忠和李立明憋着笑容。不过倒也像他陈喜顺的儿子。你小子说什么胡话？别逼我揍你，等我让你妈收拾你。我都要上大学了，你得带我去见见世面，不然我就告我妈。滚滚滚，今天的事重要，别闹了。陈喜顺脸色很难看，拿出50块摔给陈立川，而后与那两人大步朝外走去。陈立川清楚老爸的脾气，再追出去就不合适了，但电器城的危机应该是有了调查的方向。微风浮动的夜里，陈立川刚一到家，金巧莲就跑来哭诉：那齐思瑶可真没礼貌，说的那叫什么话，就这么看不起咱们家儿子。我告诉你，你以后有点骨气，别去找他，现在我还看不上他当儿媳妇呢。行，老妈听你的。陈立川随口应着，其实中午的事是自己这边的玩笑话过火了，但眼下没必要讲这些道理，这个状态的女人是要哄的。对了，老妈，今天让我把当哥的那人叫李立明对吧？是干啥的？李立民啊，也是搞电器代理的，之前他的货出了问题，还是你爸帮他解决的售后，当时的事可不小呢。搞电器的，他代理什么品牌？组装生产的小品牌，具体叫什么我也不太清楚，你问这干啥？儿子，那齐思瑶太看不起我们家了，就咱家这条件，什么样的找不到。金巧玲还在气头上，又嘀咕起了那事。那他的店在哪？呀，你这一惊一乍的，问人家干啥？具体我也不太清楚，只听你爸说过几次。对了，你爸去哪了？已经晚上9点，这老陈还不回来，电话一直打不通。我在洗浴中心那里瞅见他进去了。陈立川就这样把老爸出卖了。金巧玲当即变了脸色，一言不吭的就要往屋外走去。正巧这时，满身酒气的陈喜顺开门走了进来。咱老百姓金鸭嘛，金鸭嘛，真高兴。你死哪去了？金巧玲咬牙切齿的揪住陈喜顺的耳朵，接着就是鸡飞狗跳。同时，在齐思瑶家里，齐宏志回来的时候也已经很晚了，坐在沙发上满身疲惫。白翠云端着水走了过来，本来想让齐宏志先休息的，忍不住提起金钟武的事，所以咱家瑶瑶就发火了，实在太过分了。齐宏志直接拍桌子骂人，哪舍得让闺女受委屈，想象得到那家人当时的嘴脸。以后可不能跟那家人打交道了，要划清界限，同桌都是我不认识的人，更有不方便见的，你说是不是故意的？这人没脑子又不懂分寸，你说的没错，不能来往了。齐宏志下了决定。对了，还有咱们瑶瑶，要嘱咐他别跟陈立川打交道了，吊儿郎当的，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出息。宏志，
你最近怎么天天喝这么多酒？不要身体了。新的商贸城好不容易找来的外省投资商，我不得陪着，好让他们加大投资，后续多修建几处工厂。宁县就你一个人搞工作吗？他们两口子的谈话，齐思瑶一直在听着，而后打开留言册，找到陈立川给他写的那一页，用力撕掉了。这次是真的撕掉了，顺便把马小超写的也撕了。他们两个是一路人，还永远的大嫂，真是恶心。他用前世记忆遇见美女将会受到恶霸侵害，却被美女当小丑一样嫌弃。翌日清晨，睡梦中的陈立川就被夸张的声音吵醒了。哎呀，没准我也能开上宝马车了。金巧玲靠在沙发上沾沾自喜，已经在幻想挣大钱后的富贵生活了。那必须的吧？不看你老公我是什么水平，这挣下的钱还不知道是给哪个白眼狼留着。陈喜顺不忘摸了摸脸上的疤痕，陈立川实在受不了如此不靠谱的父母，走出房间质问道：那叫什么李立明的，也是搞电器行业的，既然他有这硬关系，新商场为什么不直接采购他代理的空调？你个小屁娃懂啥？你以为开发商那边没要求像李立明代理的组装机谁敢点头放进去？所以这档子买卖他只能当还人情给我了，况且他也有抽成赚。陈立川顿了顿，找不到反驳的借口，知道父母的性子，认了一件事后很难转变他们的观点。不多久，陈喜顺收拾好出门了，随后陈立川也出门了。可刚到电器城，就碰到了彪子那群人在等自己。立川，打听清楚了没？徐婉堂住哪里？能不能帮忙介绍认识一下？问了个遍，真不清楚。我记得上一世升学宴之后，我就去旅游了，再回来之后，就或多或少听闻了徐婉堂被欺负的事，可以确定就是眼前的这些垃圾。彪子自是能看出陈立川的敷衍，怒吼道：连他家在哪住你都不知道？彪哥，你别跟我生气，人家老子是公局里的，我之所以藏着掖着，就是担心给自己惹上事。你说我爸是开门做生意的，怎么敢得罪？安局里的。彪子的神色有了明显的顿挫。对，爸，我就到这了，兄弟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也是为你好，所以这事就到这里为止。老子只是想追个姑娘，你这话啥意思？没其他意思。那什么，彪哥，我进店里了，还有事。陈立川丢下一句话后，快步进了店里。彪子表情烦躁，随之往网吧那里去了。因为陈立川的话，心里多了一层戒备，不敢招惹那样的人。随后，陈立川给张涛去了一通电话。川哥，你还在县城，没出去旅游？没有。陈立川回道，话音刚落，那边又是说起。没去旅游？那你不给我打电话，这几天干啥去了？要不明天约着打场球？都毕业了，9班的还不服气？是这样，你先让兄弟说几句，我找你帮忙的。什么忙？跟我客气啥？直接说是。彪子，如果问你徐婉堂的情况，你就说他家是公局的，其他的别多说。啊，川哥，你要追徐婉堂了？那齐思瑶呢？张涛惊讶道，心想这兄弟在升学宴上被齐思瑶羞辱，这么快就找新欢了，为他高兴。还没等陈立川回答，就笑嘻嘻的回道：川哥放心，兄弟我一定办到。陈立川无语，此刻也没精力跟他解释了。对了，川哥，我妈最近想买冰箱，你可得便宜点。张涛笑嘻嘻的说道，正想找陈立川说这事，一直不好开口。此刻正好是机会，咱们俩的关系，就算没这事，还能不给你算成本价呀？还是川哥你够仗义，以后有用到我的地方，兄弟我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接下来就是张涛一堆感激涕零的表情。停，行了，兄弟我知道了，我还有事，先挂了。说完，陈立川便挂断了电话。这家伙的性格他是懂，跟马小超一个样。对了，马小超呢？昨天失恋了，今天怎么不见了？这家伙又没电话，算了，下午再去找他，还是先调查电器城的事吧。但是老爸却不在，一直等到下午都没见老爸身影，愤愤道：这老陈去哪了？电器城的生意都不管了。立川，一道叫喊声打断了陈立川的思绪，转身望过去，马小超哭丧着脸走来。我在网吧看见徐婉堂了，跟那个彪子有说有笑的，可他都不愿意看我一眼。彪子，真是一件事接着一件事。对了，你有徐婉堂的手机号吧？有。马小超随即从口袋里掏出很小的黑色电话本。立川，不用跟徐婉堂说我了，我已经放弃了，也不会再爱了。另外我帮你打听清楚了，齐思瑶跟刘伟伟走得很近。辛苦你了，失恋了还为我操心。陈立川紧接着给徐婉堂打去电话。刘伟伟，你也去魔都吗？真好，这样我们就又可以在一起玩了。此时齐思瑶和刘伟伟都在他家里，茶几上摆放着3人的大头之下。谁的号？徐婉堂看着手机上的陌生号码，稍有迟疑，很快接起电话。而坐着的刘伟伟注意力全在他的手机上，诺基亚7610卖3000多块，还有 MP30声。徐婉堂，你是？徐婉堂轻轻皱眉，大概听出打电话的人是谁了。我陈立川有件事跟你说。你要跟我说什么事？徐婉堂的语气瞬间冷了下来，又因为好闺蜜受了委屈，现在对其充满敌意。有个外号叫彪子的，到处打听你，那不是什么好人。
你一定要躲着他点。呵呵，是不是马小超让你这么说的？跟小超没关系，因为我之前跟彪子走得近，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所以给你提个醒，一定要远离那人。哼，算了吧，我今天可看到马小超了，一直烦我干什么呀？我不想跟你们有一点关系。再说我跟谁交朋友，还需要你来指指点点的。徐婉堂，你现在难听的话，我不想跟你计较。这通电话的缘由，只是作为同学，在知道彪子为人的前提下，有必要给你提个醒。话我带到了，挂了。陈立川强硬的语气让徐婉堂一时语塞，来不及再说些什么，就听到对方嘟嘟嘟挂断电话的声音。莫名其妙的，是谁呀？你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？是陈立川，他给你打电话干什么？谁知道他还不是为马小超说话，阴阳怪气。陈立川这样的人，包括马小超，我以后绝对不会跟他们有任何来往。婉堂，你也要跟陈立川那伙人划清界限。我知道，本来就不想搭理那样的人，跟小丑似的，没个正经，说个话都是咋咋呼呼的。上学的时候，陈立川就一直带头起哄，晚自习吵得那么厉害，想学的同学压根看不进书，这不是变相损害其他同学的利益吗？自私的人只想着自己高兴。我觉得伟伟说得很对，自私的人从来不会顾及别人的感受，就像在陈立川的升学宴上，那家人说的些什么话，真是恶心。分明他们是自私自利的人，反倒把我逼成不识大体、没教养的人了。齐思瑶咬牙切齿，升学宴上的事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伤害。哼，瑶瑶，你们走后，我也没给陈立川好脸的。徐婉堂为好闺蜜鸣不平。川哥，你这么为兄弟着想，陈立川没去理会马小超的感激涕零，一心想着电器城的危机。他李立明真有这因关系，为什么不直接代理大品牌家电，靠着赵忠挣钱？为何要把老陈加进来？凭什么赵忠愿意把钱往李立明口袋里装？他俩之间是什么利益关系？究竟是什么目的？难道……陈立川涌起阵阵不安，于是站起来，各自离开了。傍晚时，陈喜顺拖着醉醺醺的身体回到家里，刚一屁股坐在沙发上。这笔买卖正式拿下，我现在跟赵总的关系可不是一般的铁，明天就去订购中央空调。明天就订购中央空调，不等落实合同后再订购吗？万一有限制条件呢？可他却是一个劲的乱说，又扯到李立明那里，之前自己是如何尽心尽力的帮忙。一番询问无果后，陈立川也只能等老陈明天酒醒。他不惜私藏家里的存款，只为阻止父母的大生意，把父母气得直跺脚。一大早，陈立川就起来了，对着陈喜顺大声嚷嚷：在正式合同签订之前，绝不能提前订购中央空调，合作万一有变动，来回的运输费以及机器30%的保证金，这是多大的损失？儿子，可以啊，这2天一直往店里跑，都知道商用机的保证金是多少了。好了，别闹了，合同是要统一会议签订的，其他合作商早就提前准备了，不知道你小子胡乱操什么心，有这时间学个驾照去，年底还准备再买车呢。就是金巧玲笑着附和，一提到车就开心的不行。这女人比老陈还爱显摆。要不我们先找季局问问情况，他不是负责新商贸城项目的批复工作吗？齐宏志就算了吧，之前约过好几次，人压根就不想搭理我。不过现在无所谓了，咱直接和总负责人对接。你们要去哪？今天绝不能订购中央空调，你们缓上几天行不行？陈立川，我警告你，你爸的生意别瞎掺和，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，别逼我揍你。要不是看你这次考得不错，我早就大嘴巴自扇你了。一大早发什么神经？爸，我是你儿子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我比谁都想让你挣上大钱。滚你丫的！你懂个屁！不撒泼尿照照自己是谁？看着父母离去的背影，陈立川愣在原地，目光失神，沉默不言。算了，再多说只会徒增矛盾，可能还有几巴掌。短时间内让电器城破产，那新商贸城的事就是最大的危机。爸妈，前面就是火坑了，看来只能这样了。陈立川露出一丝奸诈的笑意。想转保证金，我把户口本、银行卡、身份证都拿走，我看你们还怎么订中央空调。你找齐局长，小伙子，你是齐局长家的亲戚吧？我跟齐叔叔的女儿是同学，现在找齐叔有点事，我叫陈立川。行，立川是吧？那你等一会儿。说罢，那人便又回屋里，留陈立川等着。陈立川，电话很快到齐宏志那里。当他听到这个名字时，顿感嫌恶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何况现在还是工作时间，你觉得因为这事把电话打到我这里合适吗？是我工作失职，抱歉。门卫挂断电话，脸色立马变得难看，莫名其妙让自己挨了一顿批。快走，别在这添乱。陈立川没有片刻犹豫，转身离开了。棋局是不方便吧？那我就在树底下守着棋局。在燥热的天气里干站着，陈立川倒是无比熟悉。前一是为了推销公司产品，一等就是一天，就点热算什么？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见到棋局。齐宏志办公室里的电话又响了起来，
本来还是眉头紧皱，可一听对方说话后，当即露出慈爱的笑容。爸爸，你现在忙工作吗？有没有打扰到你？爸爸不忙，什么事？你说吧。今晚我想邀请伟伟和婉堂来家里吃饭，我们都考到魔都了，而且伟伟还跟我是同校。好，可以啊，爸爸晚上肯定抽出时间给你们露一手。齐宏志挂断电话后，站起来，随意望着楼下的街道，突然一愣，直勾勾地盯着树底下站着的人。是陈立川，他在那里干什么？不会是等我吧？他找我又有什么事？1个小时、2个小时，一直到了中午12点，陈立川依然在楼底下守着。炙热的阳光悬在头顶，路边早就没了阴凉的地。有意思，这小子就这样一直守着。他找我到底有什么事？齐宏志来了兴趣，所以中午也没出去吃饭，就在办公室里看着陈立川。这小子，我看你能等多久？下午2点、3点，最后单位下班，陈立川依旧守着。平日里下班，齐宏志都是自己走路回去，这次却让司机送他回去，不给他机会。而当车子驶出单位，齐宏志又故意将车窗摇下，从陈立川身旁经过。陈立川看到齐宏志后，没有着急去喊，万一车里有需要避嫌的人呢？陈立川骑着踏板追在车后，一直到齐宏志家里。小刘，你跟我上去一趟。婉堂、伟伟，你们来了。齐叔叔好。徐婉堂坐在沙发上，笑嘻嘻的回道，表现得很自在，而刘伟伟却拘谨的站起，切身望向齐宏志。伟伟坐着看电视，就当在自己家里一样。好嘞，谢谢齐叔。齐宏志这样的人，刘伟伟只在大人们口中听说过，眼下见到，一种奴性莫名涌了出来，这或是某些出生贫困孩子们的可悲。小刘，这些资料麻烦你再跑一趟，就不留你吃饭了。齐宏志把一堆资料给了司机后，自己就钻进厨房。当陈立川看到司机走后，就立即上楼，手里多了好烟好酒。看看是谁来了。齐宏志知道是陈立川，所以叫白翠云去开门。他知道他的脾性，就是要故意给那小子难堪。你来做什么？白翠云格外惊讶，挡在门口，没有让陈立川进来的意思。陈立川怎么来了？陈立川，你来我家里干什么？哼，你真是犯贱，还敢来这里，真是没脸没皮，快滚吧！妈的，这运气！以后别来我家了。白阿姨，我是来找季叔叔的，有点事和他说，我今天还去商务局，知道的。找齐宏志，怎么不让你爸你妈来？你跑来干啥？白翠云直接上手，把陈立川往外推。快滚出去！白阿姨，家里情况特殊，所以就我来了。我知道齐叔在家的，就2句话，跟齐叔说2句话，不打扰你们的。他不在。白翠云皱眉一用力，与徐婉堂合力将陈立川推了出去。就在白翠云甩手用力关门时，陈立川恰巧伸手去扒门梁。为了化解家里的破产危机，小伙求人被拒，手指还差点被夹断，一声惨叫惊到了所有人。陈立川，你没事吧？你这孩子胡闹什么呀？没大事，都怪我毛毛躁躁的，上学时候就有这毛病。齐叔，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，还请您别计较。你有什么事？有关新商贸城的事，但齐叔我知道分寸，只是想通过您这边了解一些情况，不会给您出难题。新商贸城，齐宏志颇感好奇，这种项目上的事，他这小子懂什么？对，新商贸城的事。坐下吧。陈立川颇为利索，没有丁点扭捏，立马坐在一旁，之后便沉默，等着棋局的话。这小子哪怕手指那里肿痛，竟是一点也不急躁，有意思。很快，齐思瑶拿着药盒走了出来，但看着表情痛苦的陈立川，没有立刻上前，心里莫名愧疚。摆在陈立川面前的茶杯，茶水溢了出来。说吧，具体什么事？齐局长，如果您想以此方式让我明白我的立场及位置，那我也可以表态。说完，陈立川举起茶杯，伸出另一只胳膊，将茶几上的水渍擦得干干净净，茶水全部抹在了衣服。陈立川，你别这样。这一幕更是让齐思瑶心里难受，紧紧捏着药盒，可还是没勇气向前。至于徐婉堂，心里同样莫名的不好受，都不敢注视他那张脸。刚才那一幕同样让齐宏志感到震惊，无法想象陈立川会说出那样的话。看着青年，竟是有了陌生感。齐局，陈立川又一声称呼，谈起了新商贸城的事，详细说明李立明、赵忠与父亲的合作关系。陈立川的目光逐渐凝重。新商贸城的项目那么大，以我爸的人脉，我真不相信这种好事能落在我家头上。我爸妈没什么心眼，但这件事背后肯定有其他盘算。齐宏志听完，大致也有了自己的判断。整个项目有他的运作规则，分股开发商让赵忠负责宁县的项目，就是给他捞钱的机会。现在向陈喜顺提的要求哥哥，其实都正常，哪有好挣的钱？至于当下陈立川的被害设想，我倒觉得不切实际，别人害你干什么？大家都有钱赚的事。立川，买卖上的事你不太懂，现在是你爸指着赵经理挣钱，就得按对方的要求办事。要4组高规格的商用中央空调，当然是想多挣，毕竟这种机会不多。
而且赵经理没有陷害你爸的必要，你家的钱是给了厂商，不是给到赵忠手里。按照你说的，他落不下好处。七叔，你都说了，赵忠想要多挣，那赵忠为什么要把李立明加进来，平白无故让他分上一部分钱？想找赵忠合作的经销商都快挤破脑袋了，还需要李立明当中间人吗？那你想让我帮你什么忙？七叔，我怀疑李立明和赵忠之间肯定存在某种利益关系，不然也不会把利润分出去。或许李立明代理的电器品牌，赵忠也有入股。4组大型的中央空调，这批货一旦回来，我家的立场就更加被动。如果赵忠不要货，那就有30万的损失，就是人家一句话的事。可万一变了脸，提的要求是让我爸出资代理李立明手里的小品牌呢？恐怕到那时，我爸为了先回笼资金，或是赵总在地区市项目上的一些承诺，我爸只能应了对方的要求。现在整个电器行业萎靡，主要电器的产销量均达历史最高水平，以及收入兼并和产业多元化的布局是大方向。等到家电下乡的那一步，就是搞死小品牌的那一天。所以李立明和赵忠就是想把这烫手山芋甩到我爸头上。家电下乡，听到这个词汇，小伙刚才的说辞分析非常专业啊。现在一些县里、村镇已经与经销商洽谈有关部署想要落实的工作。其实总体概括的话，就是陈立川提出来的家电下乡，刺激最后一部分消费。只是这小孩怎么知道的？而且形容的如此恰当。七叔，我家做家电行业很多年了，耳濡目染，我有行业大致的判断。现在想求您2件事：第一，李立明所代理的小家电，赵忠究竟有没有入股？这在工商局有备案，您帮忙查查。第二，外省的开发商，您能不能调查到对商用空调机采购的规格要求到底有没有限制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李立明之所以代理小品牌的家电，就是想通过赵忠这层关系，把小品牌家电送进去，利益最大化，可最后有限制，导致这计划破产，才找到我爸当接盘侠。就这2件事啊！齐宏志意味深长地看着陈立川，从他进门到与他的谈话，完全看不出他与女儿是相同的人。我帮你想想办法。感谢，非常感谢，那就麻烦七叔您了。一听这话，陈立川赶忙站起，对着齐宏志弯腰致谢。齐宏志也立马跟着站起，并没有倒满茶水时那股看不起人的情绪。白姨，打扰你们吃饭了。哦，没什么的，要不你留着吃饭吧。不了，不打扰了，走了。你把东西拿上，我告诉你，放下我可不答应你这忙了。齐宏志急忙上前，而齐思瑶抱着药盒也跟了过去。陈立川憨笑一声，冲出了房子，很快响起急促的脚步声。你的手没事吧？我给你抹点药。看到陈立川跑下楼，齐思瑶才敢大声呼唤，可早已跑到楼底的小伙根本听不见这声。陈立川走后，几人似乎都有了心思。聚餐远没有想象中的热闹，还是齐宏志笑着与几个小孩聊着，但亦是心不在焉，倒是一直在想陈立川用胳膊抹茶水的那一幕，尤其是那一番话，觉得这小伙很不简单啊。白翠云则是明显不在状态，还在挂念着陈立川的手指。吃完饭，天已大黑，徐婉堂和刘伟伟一同离去。瑶瑶，陈立川在你们班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我觉得那孩子挺成熟的。挺炸虎了，没个正形，班里也是他带头吵，一点都不稳重。可我今天看到陈立川，发现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这样啊？哎，那陈立川怎么考上本科的？他虽然不怎么学，经常睡觉，但每次考试都不差的。他们那一伙人，张涛、马小超他们都是3专，就陈立川考上本科。虽说是3本，但对于小县城的师资力量可是非常有难度的。按理说陈立川这种学生不应该考上呀。爸，陈立川求你的事，如果不是太难的话，你一定要帮他。我妈都把人家的手指给加淤青了，他在咱们家受了那么大的欺负，我心里不好受，尤其是他用胳膊擦茶几的时候，更是。爸爸，反正你得想办法。爸爸知道，不是已经答应他了。之后，戚宏志回到卧室里，给他的同学楚华打去了电话。老同学，这么晚给你打电话，没打扰到你休息吧？老齐，你跟我客气什么？说吧，什么事？是宁县商贸城的事，商用中央空调，你们有没有具体的规格要求？你有绕不开的关系，随便帮朋友问一声，具体情况你跟我说说，不是什么绕不开的关系。你们整个地区市新修项目采购大型商用中央空调时，赵忠跟我这边闹过不小的矛盾，他想采购小品牌的空调机，被我否了。当初闹得沸沸扬扬，他的情绪不是一般的激动，已经跟我翻脸了。但虽说是风谷把赚钱的机会给了赵忠，我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必须要有最低标准，我这里过不了，最起码是知名的品牌，质量有一定的保证。估计那小品牌赵忠他自己入股了，怎么会跟陈立川猜测的一模一样？他是怎么意识到危机的？难道赵忠和李立民的目的真是那样，找陈喜顺背锅？如果真是的话，那陈立川太不简单了，关键是他的年龄啊，还没到19。喂，老齐，你在不在听？不吭气我挂了。在的。楚华，那你还记得赵忠想要采购什么品牌的小电器吗？
金明就一小地方的杂牌，估计都没核心生产线，全是组装的。楚华的语气不由憎恶，而金明2个字落在祁宏志心里变得沉重，就是陈立川所提到的让他在工商局调查的品牌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楚华挂了，不打扰你休息了。你没事吧？咋感觉你心事重重的？没事，老婆那头叫我呢，挂了。真如陈立川说的那样，有问题。可他跟女儿一般年纪，又是怎么判断出来的？太匪夷所思了。小伙为了防止家里破产，冻结了家里的资产，父母在大街上教训了他。小伙的目的却是父母不能理解的。陈立川从齐思瑶家出来后，并没有回家，而是骑着车在大街上游荡。突然，一辆黑色的小轿车拦住了他。陈立川，你给老子过来！彪哥，这车不错呀。陈立川趴在车窗口，给彪子递去了小可爱，扫了眼车里，还有2个人都在摇头晃脑着，呈现一种异常奇怪的亢奋。少跟老子废话！徐婉堂的事为什么骗我？彪子一脸不善，没去接陈立川的小可爱。徐婉堂，我骗你什么了？我跟他真不熟。他爸就是个包工头，你告诉老子他是龚局长的女儿，什么意思？故意唬老子？他爸是包工头，这我真不知道的。滚！什么玩意儿？你给老子以后注意点！彪子直接给了陈立川一拳，重重砸在他的胸脯。陈立川连连后退了数步，而见陈立川站着不吭气，很怂的样子。车里的黄毛发出刺耳的笑声，紧接着那辆车从身边疾驰而过。在昏暗路灯下的陈立川死死盯着车，直至他消失在路口。彪子他们来这里干什么？只为给我一拳？犯不着吧？徐婉堂离我家好像很近啊，难道这些垃圾是来蹲点的？迎面刮来的大风让陈立川连眼睛都睁不开，手指夹着的小可爱吹，仿佛全身包裹在风的咆哮声中。更可怕的是，如此大的风声中，还有一道响亮的声音，如有惊雷的气势，直震陈立川的心神。陈立川，你给老娘站住！今天一天死哪去了？我的卡拉米呢？金巧玲跑了过来，对着陈立川的头一巴掌就呼了下去。陈立川眼疾手快，抬手紧紧抓住老妈的手腕，不至于挨这2巴掌，但也碰到了手指，立马龇牙咧嘴，那可是钻心的疼啊！妈，冷静点，遇事别冲动，我刚刚在齐局家里。你知不知道有我多大的事？你把卡拉米放哪了？快拿出来！看来在齐宏志家里谈的那些事，这2口子听不进去，一方面要依托齐局，另外卡拉米之类的绝不能交出去。什么卡拉米？爸，你们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听不懂？别逼我大街上扇你！卡拉米藏哪去了？你说你瞎折腾什么呀？屁都不懂一个，快点拿出来！陈喜顺是真急了，歇斯底里的咆哮，路过的人纷纷望了过来。爸，你克制下情绪，我同学过来了，给我点面子。陈立川低声哀求。这时刘伟伟和徐婉堂正巧经过，当然他怎么会在乎这点面子，而是找机会溜了。给老子拿出来！陈喜顺咬牙切齿，正在气头上呀！徐婉堂惊呼一声，紧张的站在一旁，没想到陈叔会这么打陈立川，以前从来没见过。这一幕落在路人眼里是不听话的儿子被父亲教训而已。哎呀，行了，下手没个轻重。金巧玲心疼了，连忙拉开老陈。儿子，你别闹了，生意上的事你又不懂，你看都把你爸气成什么样了，卡拉米在哪？你拿出来好不好？金巧玲好言相劝，摸着陈立川的头，是又心疼又气愤。好吧，我给你们拿，就放他板上了。陈喜顺则是喘着粗气站在一边，等着儿子去拿。算了，不一会儿给他200，我也不想打他。陈立川假装找东西，就在一眨眼的功夫，拧死油门窜进巷子。好了，还真是轻的，下手真狠。你是个兔崽子，怎么生了你这么多玩意儿？陈喜顺气得破口大骂，连忙跑得追了过去，差点摔倒在地，引得看热闹的人哄笑起来。陈立川他到底怎么了？来齐叔家里说的那些话也很奇怪。无痛呻吟罢了，你看他把父母气成什么样了，又跑到齐叔家里摆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纯粹脑子有病。徐婉堂微微张嘴，但还是沉默了。换作是以前，恐怕会迫不及待地嘲讽陈立川几句。在瑶瑶家里，我也推陈立川了，不然也不会夹了他的手，那一下该有多疼啊！他脸上都流虚汗了。刘伟伟，不用送我了，你快回吧。没关系的，都这么晚了，你一个人我不放心，而且思瑶知道我不送你回，她会不高兴的。你对瑶瑶真好。刘伟伟长得好看，而且学习又好，如果瑶瑶跟他一直走下去，从现在到大学，再到婚姻的殿堂，那该有多好呀！这狂风一直没停下来过，让徐婉堂觉得回家的这一趟路这么远，应该找不到这吧。陈立川在离家不远的巷子里藏了起来，恰巧路灯坏了，躲着不出声的话，谁也发现不了。眼下网吧不敢去了，马小超那孙子更靠不住，他就是陈喜顺的舔狗，一个劲的想表现，只能联系张涛那货了，在他家试一晚了。就在这时，
突然亮起2束灯光，几个人影从车上下来，朝着一个方向跑了过去。晚堂去网吧通宵。是彪子，他满身酒气。眼下这3个流里流气的社会青年，摇头晃脑的，呈现出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。我不去，我爸叫我回家了。徐婉堂低着头想要跑时，被彪子一把抓住。你干嘛？放手！我要回家。徐婉堂惊声尖叫，从心底涌起深深的恐惧，求救的眼神望向刘伟伟，他却傻愣着站在那里，大气都不敢出。上车！彪子面露凶色，动作鲁莽地拽着徐婉堂，把他往车里塞，随后开车疾驰而去。涛子，出事了！快报警！你一个人我不放心。小伙刚刚才说要保护女孩回家，女孩就被混混把带走了，他却一声不吭。而平日里被女孩欺负的小虎，却骑着踏板追了过去。原来他是从20年后穿越回来的。陈立川都不敢去想，上一世的徐婉堂遭受了什么样的痛苦，几乎把油门拧下来，风一般的追了上去。快啊！驶过一处坑洼时，陈立川整个人都从踏板上弹了起来，但依旧拧死油门，什么都不管了，非要追上那辆车。等车开走后，刘伟伟过了许久才反应过来，思瑶，晚堂出事了，他被一群社会青年塞车里带走。什么？晚堂被塞车里带走了？是啊，快让齐叔想想办法。我当时跟那群人起了冲突，他们把我给弄晕了。刘伟伟仓促地说明这些什么？爸，晚堂出事了。伟伟，你不要紧张，详细说下事情的经过。齐宏志问道。刘伟伟也立即说起，又讲明自己被弄晕的过程。什么车？车牌看清了吗？往哪个方向去了？齐宏志打断了刘伟伟的絮叨，一张脸严肃到可怕。我不知道啊，我当时晕了，到现在脑袋都是晕乎乎的。那先这样。一听这话，齐宏志立马挂断电话，给安局打去电话。我家的闺女出事了，安局，麻烦您赶紧出动警力调查。不是瑶瑶吧？不是，叫徐婉堂，但就跟我闺女一样。那就是一起案件。刚才有人报警了，说明了具体动向以及车牌号，我们现在就追过去。大致方向在哪？后山那里。安局，你一定要赶紧抓人，不能让闺女受到丁点伤害，不敢打扰你们工作了。挂了。齐宏志放下电话，已经是一头虚汗。爸爸，晚堂他怎么了啊？肯定没事，肯定没事，肯定没事的。齐宏志心神不宁，拨通了徐本江的电话。宏志，晚堂出事了啊！你已经知道了，我联系过安局长了，已经出警了，咱晚堂肯定没事，不要担心。齐宏志安慰着说了几句，随后挂断电话，准备出门了。齐思瑶也跟着齐宏志和白翠云出了门。放了我吧，求求你们了。徐婉堂双手怀抱着自己，已经害怕到了极点。而在车后面，陈立川的踏板依旧死死跟着。望见前方不远处的小桥时，面色凝重。小桥进后山那里就是最后的机会了，一旦车子到了后山，就真不好找了，更不好追。果然，在小桥处，汽车的速度降了下来，可陈立川没有降速，直接撞了上去。随着一声巨响，打破了小桥下湍急流水声的紧迫感，似乎再也听不到那声音，只有踏板发出滴滴滴的警报声，充斥着天际。陈立川坐在地上，死死盯着车子，终于停下来了。由于过度紧张，陈立川在这一刻感觉不到身上的任何疼痛。妈的，老子的新车被撞了，这不得赔个18000的？彪子叫嚷着下车，眼瞎。这时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。滚你的，接我一招！陈立川高高跳起，甩开膀子，一招狠狠出击，给到彪子，直接将其狠狠干倒在地。彪子捂着眼睛，满地打滚。后座的2人赶紧下车，两人立马过来厮打在一起。走，快走！陈立川急切的嘶吼。徐婉堂正正盯着眼前那张熟悉的脸，传递给他从未有过的安全感，赶紧从车里逃了出来。顿时乱成一团，4个男人抱在了一起。走啊，走，快走！陈立川，徐婉堂担心的叫着。小鹿终于跑了。陈立川，陈立川，陈立川。徐婉堂叫着他的名字，不遗余力的跑着，始终没敢往后看一眼，害怕彪子的那张脸。怎么办？谁去救救陈立川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徐婉堂开始大声呼叫，用尽全力，就这样边跑边喊着：陈立川，你不能有事！徐婉堂始终没有停下来过，不要命的跑着，跑着，终于有几束亮光抹去了他前方的黑暗，让徐婉堂的周遭变得明亮。这一刻，徐婉堂再也跑不动了，重重倒在地上。是徐本江、齐宏志和警队的人，他们同时赶来了。晚堂，我的晚堂，晚堂，你有没有事？齐思瑶哭着靠了过去，紧张的询问。齐宏志、白翠云等人皆是关心的站在一旁。快去，快去！你们快去救陈立川，在小桥那里，快去啊！他还在那里。徐婉堂向穿警服的那些人大声呼救。公局不敢有片刻迟疑，
随即带队赶往小桥处。爸，我们也去小桥那里，快走！晚唐，爸爸先送你去医院，你哪里受伤了？快告诉爸爸。带我去小桥那里，我要去看陈立川，我没有受伤，快带我去。好，爸爸带你先去小桥那里。徐本江担心女儿的状态，便应了下来。当黄毛冲过来报信自己时，陈立川悬着的心终于放下，至少徐婉堂跑了，上一世的惨事终于避免了。两男抱着陈立川亲亲，他也不管了，豁出去了，就逮着彪子一个人亲。终于，陈立川没了力气，任由他们打着，也不至于把我怎么样吧？上一世也不怎么严重，老陈和玲玲没有我可怎么活呀？我可是重生回来的，我的远大抱负还没有实现。感知越来越迷糊，陈立川晕了过去。别动！突然，一道有力的声音充斥着彪子几人的心灵，真是吓得肝都颤了。但一切都结束了。医院病房里，小伙迷迷糊糊听到杂乱的说话声，可缓缓睁开眼时，映入眼帘的却是平日里欺负自己的美女小姐姐。此刻他正紧抿着嘴，委屈的样子像是随时会哭。而后小伙又不动声色地闭上了眼睛。原来，小伙昨晚从恶霸手中救了他。既然徐婉堂的事已经平安度过，真不想再与他有过多的交集了。现在专心正命才是正道。好你个马小超，利川都被开瓢了，你在哪呢？家里睡大觉是不是？能靠上你啥？好在陈立川并无大碍，只是头上打了几个补丁，被厚厚的绷带绑着，看起来比较严重了。其他并无大碍。陈喜顺和金巧玲扭捏地站在一旁，一脸忧愁，既担心儿子受了这么重的伤，卡拉米还没找到，今天还要打保证金，两口子心里急啊。老陈，等利川好点了，我得好好请你们吃一顿。这次要不是利川，后果不敢想。老姜，跟我就不必客气了。婉堂就像我闺女一样。再说利川和婉堂还是同学，都是应该的。徐本江拍了拍陈喜顺的肩膀，没再多言。眼下陈立川还需要休息，但这个情永远记得。婉堂，我们先走吧，让利川好好休息。我不走，我要等陈立川醒来。刚刚护士不是说了，咱们再反而会打扰利川休息。那我不说话。爸，你们快走吧。那等瑶瑶他们来后，你跟着他回家。正当这时，齐宏志推门进来，步履匆匆，深深望了陈立川一眼后，又向陈喜顺道：“老陈，你出来一下，我跟你谈谈商贸城的事，这里面问题很大。”这些话，齐宏志是有意让陈立川听到。不知为何，比起陈喜顺的人情，他更希望是与这孩子结交这份情。去商贸城。陈喜顺呢喃一声，连忙跟着齐宏志走进病房。当然，玲玲也急着跟了出去。长辈们都走了，病房里只剩徐婉堂和张涛在守着陈立川了。张涛坐在陈立川脚底的床边上，扫着那些衣服。你拿我的小可爱干啥？嘿嘿，就知道你醒了，现在你也用不了，兄弟帮你了。说着，张涛已经把小可爱装在了自己口袋里。陈立川无奈躺在床上，一声长叹，而徐婉堂却如鲠在喉，一句都讲不出来，有种莫名的紧张。你渴吗？我帮你倒水吧。徐婉堂问道，同时走到床头，准备去拿暖壶。徐婉堂，你不需要这样的，你看我现在也没事，我爸跟你爸又是多年的朋友，所以你心里别多想，快回去休息吧，我也要睡了。我这人睡一觉轻，有人守着反而睡不踏实了，感谢理解。这样一番话后，给徐婉堂留下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。就在这时，马小超、张超等同学来了，全是与陈立川玩得好的哥们，他们仿佛是一类人，说话都是咋咋呼呼的，也将他的声音埋没在其中。立川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不给我打电话？就告诉涛子了，我当时要在，非跟他们拼了。马胖子，你有手机吗？这段时间我一直拿着我妈的小灵通，跟立川说过了。马小超连忙解释，这样揭短，在徐婉堂面前很没面子。不过进来以后选择无视他。网吧那一次，马小超的心凉了。彪子那孙子还吸了那个东西，这下要关个几年吧。等他出来，咱们一起去开他的瓢。对，一起干那孙子。一时间，病房里变得非常吵闹，好比清早的菜市场。陈立川则是无奈应付着。前后脚的功夫，齐思瑶和刘伟伟也来了病房。不过这刘伟伟的装扮嘛，略微夸张，他竟然扎着绷带，像是真的受伤了。婉堂，你没受伤吧？昨晚我……徐婉堂给了个白眼后，就撇过头，懒得听他说话。明明自己被拉走的时候，他屁都没放。齐思瑶想要跟陈立川说几句话，可压根插不上话。你们快走！是护士长黑着脸走了进来，开始赶人了。走走走，都快走！像什么样子？这是医院，别的病人不休息了。张涛招呼大家都回吧，哥们睡一会儿，头还有点晕。陈立川连忙附和，只是随口的一句借口罢了。无奈大家只能往外走去，但齐思瑶依然站着，他想和陈立川说几句话。当然，徐婉堂也舍不得走，明明什么话都没跟他说。不走吗？刘伟伟扭头看向齐思瑶，
只见他轻轻摇头：“你们也快走，都走，别让保安来赶你们。”我不说话，就安静的待着。快走，走走走！护士长可不近人情，无奈齐思瑶和徐婉堂只能跟着走出病房。众人走后，陈立川问道：“护士姐姐，我的伤严重吗？”“没什么事，只要你觉得头不晕就行。”“好，那我知道了。”陈立川淡然轻笑。等护士长查房离开后，立马换衣服走人。待在这医院里太浪费时间了，而且齐宏志刚刚有意说的那番话，足以证明新商贸城的事没有什么问题了。啊，我该正式开始我的开挂人生了。现在满地是宝，等着我来捡你们吧。同时，在医院走廊的某一处，李立民的孙子竟然敢坑我！老齐，还是同学情谊重，咱是自己人。这次真的太谢谢你了。中午有空没？带上思瑶和翠云，咱2家人一起吃顿饭。我现在就打电话订海鲜。别，下午还有事，实在抽不出身子，咱们以后有的是机会。对，咱以后有的是机会。金巧玲笑着点头附和，因为齐局这友善的话，心里得到很大的满足。齐局，那这件事就听你的了。齐宏志肯定道，眼下该说的都说清楚了。稍作迟疑后，还是提到：“去看看陈立川那小子吧。”好。陈喜顺连忙带路，心想再怎么说还是同学之间亲啊。之前闹的小误会不值一提。很快，3人来到病房后，陈立川早已溜之大吉。什么？换衣服走了？那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？应该没事的，注意休息就行。要实在不放心，再回医院住几天。换药的功夫，你家这小子就跑没影了。见状，3人也纷纷离去。而齐思瑶送徐婉堂回家的路上，瑶瑶，当时我被强拉上车的时候，刘伟伟根本没管，就在那里站着。婉堂，伟伟他说过的。当时没有反应过来，准备去救你的时候，你已经被拉上车了，然后跟一个黄毛打起来，结果他被打晕了，他已经拼尽全力了，不然也不会受那么严重的伤。那陈立川怎么就能反应过来？徐婉堂撅着嘴，气鼓鼓地说了一句，像是赌气。他心里已经对刘伟伟有了隔阂。齐思瑶轻笑一声，也没再多语。2人缓步之后的话也渐渐的少了。别的病人在医院里躺着治病，他却趁医生不注意溜了出来，去了菜市场。小县城的菜市场早已人潮拥挤，但有一个角落却异常的显眼。只见一小伙裹着厚厚纱布，正吐沫横飞的与商贩讨价还价。批发的话，1袋面算你23块。22块，就在附近住着邻里邻居的。陈立川一副市井小民到处赚便宜的嘴脸，裹着厚厚的纱布，在拥挤的人群中回头率极高。真是1分钱都不挣你了，要多少袋我给你送过去。面店老板一脸吃亏样，准备装货。先拿个6袋。你才要6袋？就是敢跟我要批发价。这不是本批量进货吗？概念一样的。陈立川摸进口袋里，准备给容老板一根小可爱，才记起对张涛那分明顺嘴了。哪能一样啊？你这6袋面是自己家吃了吧？走批发，人家都是半个月10袋面，没准我2、3天就得6袋面。陈立川也不生气，跟一旁的小商贩买了包红塔山。来，老哥，抽小可爱，咱们这才开始打交道呢。我真不能抽你的小可爱，抽不起。说着，陈立川把小可爱塞到了老板口袋里。这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，完全是个混迹菜市场的老手。那人又嘀咕了几句自己如何吃亏的话后，终于给其送货。而后，陈立川又匆匆辗转其他商贩处。甜面酱、黄豆酱，北方的口味又爱吃芝麻酱，还得偏咸，这些都是要准备的东西。上一是我发明的鸡蛋灌饼，单月入6万，而且就一个小小的摊位。当陈立川转身时，看见徐婉堂和齐思瑶了，撇过头，假装没看见。实在没时间浪费在他们身上，说那无聊的事。陈立川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已经没事了吗？头还疼吗？还有你的手。徐婉堂撇下齐思瑶，快步追上去，想要抱住陈立川，但还是犹豫了，急忙拽住了陈立川的衣角。一声很小声的叹息从陈立川的喉咙处发出，但转过身来时，还是露出一抹客气的微笑。这时，齐思瑶也走了过来。徐婉堂，上午不是就跟你说过了，没什么事的，你也别太当一回事。陈立川淡淡道，可这平淡的语气充满距离感。徐婉堂抬头望着高大的身影，突然感觉眼前的男生好陌生。片刻后，咦了一声。但这几天要多注意休息，别落下后遗症。走了。随后裹着厚厚纱布的消失在人群中。怎么突然陈立川现在对你的话好少？以前他只要看到你，总有说不完的话。当时在他的庆功宴上，还有在我家闹了那么多矛盾，陈立川应该明白我和他不可能。不过他人还是挺不错的，大家以后都是朋友。可在班级群里，人们传的那些，还有陈立川的空间，他一直没放弃你。徐婉堂心里想着，莫名的忧愁。临近黄昏的时候，陈立川还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。儿子，你跑去哪了？怎么不在医院好好待着？买这么多白面干什么？
这袋子里装的又是啥？准备做个小吃摊，挣大学的学费。爸，新商贸城的事，齐叔跟你说清楚了吗？瞎折腾什么？咱家还缺你念书的钱吗？买这么多吃的东西，我们是怕你糟蹋浪费吧？陈喜顺答非所问，昨晚把陈立川揍那么一顿，自觉理亏，撇嘴一句，又缺过了你花的。行了爸，你打我那事我也不计较，只要你给我旅游的2000块，之前答应好的。另外，卡拉米的事，如果不是齐叔跟我说，我也不会藏的。这还是个事，儿子，新商贸城的事，你咋不早跟我和你妈说？想回去说的，街上碰见你俩就是一顿胖揍。爸，那你先给我2000，之前说好的旅游。行。陈喜顺那是相当大气，当下拿出钱包点了2000，递给陈立川。爸，新商贸城的事，齐叔都跟你交代好了吧？哎。这齐宏志不是一般的有本事，楚华竟然是他的同学，也是咱们宁县人。儿子，你得学一学你爸的本事，在小姑娘身上不能小气，甜言蜜语多说一点，还有搞不定的，多去找齐思瑶啊，给人家多买些东西，千万别小气。今天在医院里，齐思瑶不是早早就来看你了吗？金巧莲也笑着插了句话，已然忘了之前的矛盾。是李立明打来的。陈哥，今晚上赵经理有时间，我们2个招待人家。老弟，老哥刚准备给你打电话，让你帮个忙，今早给厂家订货了。晚上要做核对，今晚就你帮忙招待下赵经理。已经订货了，是4组机器的预付吗？对，4组。哎呀，这次能跟着陈哥你喝口汤了。我得感谢老弟给我介绍赵经理这层关系。立明，你放心，以后只要赵经理能给我业务，给你的分成不会少的。好，陈哥，那先这样，我去招待赵经理。已经交保证金了。对，70%，按照合同上的利润，账面上陈喜顺是不挣的，但他肯定会买走咱们的代理权。看看现在的世道，以前那么帮李立明，到头来是个什么东西？要不是老七帮咱们这次，指不定吃多大的亏呢。哼哼，让他们等好事吧，倒要看看他们会耍什么花样。这是在宁县，还怕他们不成？立川，你爸给你的，好好攒着，要么带着思瑶去花，别瞎折腾那些东西了。我们去跳广场舞了。不得不说，这2口子的心态是真好，险些掉进深渊，遇了这么大的事，转眼又跟没事人一样，似乎没有吸取一点教训。至于藏起来的卡拉米，看来只有等这件事尘埃落定之后，才还给他们。底牌都握在自己手里。别人毕业都在悠闲的玩耍，他却整日的关在厨房里做苦，同学们都笑话他。他坚信自己能做出一门惊人美食。从医院出来的几天，陈立川一个人在家开始调配鸡蛋灌饼的酱汁，虽然有好些年没做了，但一上手后，当初的感觉立马就来了。对于宁县人的口味，500克黄豆酱，50克番茄酱，20克花生酱，再来30克的芝麻酱，白糖、蚝油。陈立川将做好的酱汁放到盘中盖好，放1晚后，味道更好。面饼的制作相比较而言就尤为简单了。主要是面粉和热油的比例1比1.5是好口感的配比，然后用筷子轻松搅和均匀即可，油酥不能太稀，达到浆糊的粘稠感就好。只要把这2项准备好，在摊饼开卖时撒点小葱花、小辣条和鸡蛋之类的即可。突然响起了门铃，让陈立川歇了下来。走去开门后，是张涛和马小超这2人。这么快就出院了？头好了吗？你着急啥会来干啥呀？没准还能跟徐婉堂家多要些东西。你可是因为他受的伤，忘了他以前怎么对你了？弄啥了？这么香？您俩来的正好，没吃饭了吧？正好让你们尝尝。这是啥？鸡蛋灌饼，外头等着去，我给你露一手。立川，你可以啊，这么稀奇，那什么饼的，给我来一个，给我也来一个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陈立川就摊了4张饼出来，其中2张芝麻粒比例多，还比较咸，另外2张则是按照南方口味做的，偏甜一点。先尝尝这2张。陈立川先把偏甜的那份端给2人，张涛和马小超皆是一大口，一下瞳孔都放大了，然后边大口吞咽一边称赞：立川，你这可以啊，真的好吃，香，真香！你们再尝尝这个味道。张涛和马小超立马端过盘子吃起来，这吃相像是饿了几天。哪个好吃？好吃，都好吃。啥意思？难道2张饼还不一样吗？是不是给我拿错了？我吃的一样啊。就不能跟这家伙谈一件正事？你们来有啥事？立川，给兄弟再做2张生菜饼。川哥，我也要2张，多放生菜，多抹点辣椒。我们说话什么时候能在一个频道上？你们来找我什么事？再说我这是鸡蛋灌饼。陈立川无奈摇头，但还是起身去给2人做灌饼。涛子，你要辣椒吗？要。张涛立马小跑过去，站在厨房。齐思瑶，你到底还追不追？哥们可是帮你把气氛烘托到位了，班级群里很热闹。你可别给我添乱了，好不容易消停下来，而且我对他根本没一点想法。你装啥？你对齐思瑶能没想法？那为什么你的说还是一声只等姚一人？我回头就去改了。涛子，你要是再瞎传，这饼就没你的了。去上网？好啊，我们去通宵，我给你们买饮料。我刚被开了瓢，就去通宵啊？咱们说话能不能在一个频道上？陈立川深感无奈，
突然想起一个问题，连忙问道：“对了，你们知道我 Pick 的密码吗？”这谁知道啊？你又没告诉我。陈立川将希望的目光放在马小超身上。川哥，记得多给我抹点辣椒。马小超盯着油锅里的饼，使劲咽了口唾沫。滚滚滚！一会儿拿着饼赶紧走。在徐婉堂家里，姑娘没玩西游的心情了，而是打开班级群，一直看着疯传的消息，鼠标多次放在陈立川的头像上，会显示新的说说，一生只等姚艺人。徐本江一回来就倒在沙发上叨唠起来。不能玩太疯，该收心了。上网多查查大学的资料，别整天玩那毛毛虫爬式的游戏。徐婉堂撅着嘴，一脸不服气。本来看群里的消息就莫名失落，还被老爸一顿数落。起身打算关卧室的门，可徐本江又飘来的一句话，让徐婉堂嬉皮笑脸的钻出了房间。等老陈有时间，咱们得好好请他们家吃顿饭。这次太感谢陈立川那小子了，原以为那孩子做事不靠谱，没想到还挺精干的。爸，那咱们家啥时候请他们吃饭？过2天。哦。徐婉堂拉长声音，又看起来无所谓的样子。不过在片刻后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小脸上淡出一抹窃喜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陈立川一直窝在家里调配鸡蛋灌饼的酱汁。哎，马胖，立川这段时间在忙啥呀？毕业以后像消失了一样，也不见他在店里。过几天 CS 组队，他能不能来？家里做饼子。他做饼子，真是想起一出是一出。崔自斌看着马小超，凑过去压低声音问道：“徐婉堂没看上你吧？你不追他，哥们可就下手了。不能说我挖你墙角要。”随便你。马小超冷冷回了一句，虽然知道跟徐婉堂没可能，但心里还是咯噔一下，很不舒服。那 CS 对战，陈立川到底来不来？人都凑不够8个。崔自斌又洋洋得意地问道：“想来自己追徐婉堂，肯定要比马胖要有机会。回头我去叫他，应该能来。”那成。崔自斌虽经常混在一起，但要比陈立川、张涛和马小超这种铁三角关系要差些。婉堂 CS 对战赛7缺1，你来吗？不去了吧，这几天我爸管得严。一起来玩吧，好多同学都在的，到时候我请你啊。都有些谁呀？目前定的人有张涛、我、陈立川、马小超，你要不喜欢就把马小超去掉。不用的，没事，别去他，没关系的，那就加我一个。那好，我们的人数就定了啊，到时候不见不散。崔自斌就像吃了蜜一样甜，哼着小曲，伸手去拿张涛桌上的小可爱，后者连看都没看一眼。麻的，是空的。在小可爱的交道上，涛子是没吃过亏的。啦啦啦，下午去买身衣服去，过2天穿。徐婉堂在卧室里走来走去，脸色笑容格外灿烂。儿子，这个味道好，比之前的味道都香，咱宁县人就喜欢这个味道。这个味道更好。儿子，记住调料的比例。是吗？看看我儿子，将来肯定有出息。哈哈哈，一看就像了我。是李立明打来的。这几天赵忠那边一直在催货，承诺检验了4所货的质量问题后，就立马签订采购合同。算时间，差不多了。呵呵，今晚我哥他们来城里，到时候看他李立民怎么蹦的。哎呦，立民，4所货已经到库房了，你看咱什么时候把合同先签了？新商贸城的部分软装已经动工了，得先测量机口，预留尺寸。老哥，货已经到库房了呀。不过赵经理的意思，咱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过一遍的，统一竞标，这是风谷开发商上面要求的。胡说八道，不是说检验机器后就直接签订采购合同，怎么还要走统一竞标？老哥，统一竞标只是走一个过场，你说总负责人就是赵经理，咱还怕什么？哼，之前你拍胸脯保证的态度可不是这样的，你这不是瞎胡闹？4组高规格的机器，保证金都70%付出去了，还要走流程，何况这不只是新商贸城的货，还有地区是新商场的机器，难道都要等到统一竞标？老哥，我也着急呀，可赵忠这人突然就变了，我也没办法呀。你说他这意思，表明了还想提其他条件呀。之前说怕耽误工期，要预测尺寸，让提前把机器订购回来，现在放的是什么屁？老哥，你跟我吼也没用，现在明显是赵忠还有其他意思。这样，我晚上组局，看看能不能晚上就把订购合同给签了。好，立明，这事你一定得上心，我打几10万进去了，可不是小数目。放心，放心。要不是老齐，咱这次可真就在里面了。这世道，谁的话也信不过呀。这个李立民欠收拾的东西。我前期受的苦，终于避免了父母上一时的悲惨命运，他们会享有灿烂的人生。还有徐婉堂，虽然吵起来像鸟叫声，让人厌烦，但他还是会像以前那样笑着、闹着、开心着。到了晚上时，陈喜顺和金巧玲2口子应邀去了福瑞龙大酒店，陈立川2个5大3粗的舅舅一并也跟着去了，阵仗很大，想来闹的动静不会小。陈喜顺和金巧玲刚一到包间里，李立明就站起来疯狂使眼色，仿佛自己受了多大的委屈似的。赵经理，合同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签？签合同这好说，
今晚就可以跟你签。你先坐下，好好说话。赵经理，不是我想跟你急，我现在大几十万投进去了，货就在库房里压着。之前不是说的好好的，先采购后软包预留尺寸。哥，嫂子，咱先喝点酒。人赵经理不是都说了，合同今晚上就能签。你起来，先把合同的事说清楚。陈喜慎，你要是这态度，合作就别想了。玲玲，你添什么乱？赵经理，我是真急。你说咱都这么熟了，你该理解我的。没你这句话，我肯定走了。赵忠冷冷一句，稍有停顿后，随即却拿出一份采购合同。这是新商贸城和地区市商场的采购合同，共4组大型商用中央空调，具体型号有明确批复，就是你采购回来的样式。陈喜顺连忙拿起合同认真看着，慢慢的，这眉头是越皱越深。怎么回事？合同里写的清清楚楚，机器的型号以及采购单位，底下还有项目部的盖章，难道是齐宏志搞错了？老陈，和你说句实话，跟着我挣钱不难，但我也不能轻轻松松把钱装在你口袋里。这一次合作，按照规矩，你没资格挣钱。什么意思啊？眼下赵忠倒不急着说了，同时又拿回那份合同，装在文件包里。随之赵忠看了眼李丽敏，老哥，跟你交个实底，我代理的小品牌家电，赵经理是大股东，原本打算给商场里采购那品牌的，可上面下来规定，有了限制标准，这才让你加进来。本来咱没资格入这个局的，但是老哥，有笔账你得算清楚。说着，李立明拿出了达牌的股权转让合同，放在陈喜顺桌前。现在赵经理给你的可是4组机器的大订单，赚的利润完全够你买下赵经理手里的小品牌股，这你不亏的，走下乡渠道还有的赚。但如果你不买股权，那4组机器的订单就没得谈，亏损是你自己的事，跟我们没关系。李民，咱们现在跟老陈也是朋友，不能这么说话。老陈，我可以保证以后给你更大的订单。说实话，我也愿意跟老陈你这种性格的人打交道。话落了下来，李立明和赵忠下的套，陈喜顺和金巧玲两口子是听明白了。让我想想。陈喜顺表现得为难，而金巧玲紧紧握拳，已经怒不可遏了，很想拿股权代理合同砸在李立明的脸上。老哥，别犹豫了，散下来，你不是还白白赚了个代理权？如果不合作，那几十万可就亏进去了啊！赵经理，那份订购合同再让我看看吧。赵忠没多想，又把那份合同拿出来递给陈喜顺。陈喜顺突然冷笑着站起，紧握着合同退到门口。陈喜顺，你什么意思？把合同先给我。给你，你想得美。李立民，你都坑到我头上了，瞎了你的狗眼，也不看看这事呢，是在宁县，我什么人不认识？哥，进来。赵忠急了，脸色变得惨白。老陈，有话好好说，先把合同犯不着生这么大的气。我向你保证，现在就采购你的机器。我就没订货，看你这次怎么玩。他们为了脱手快倒闭的电器生意，两人设计自己的好兄弟当接盘侠，没想到计谋却被识破，还被抓住了把柄。老齐，你看这份合同上面还有风谷开发商的章，会不会是假的？玲玲也录音了，有盖章。齐宏志拿过合同一看，果然清清楚楚的带着风谷开发商的章。我给楚华去通电话。齐宏志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，连忙给楚华致电，大致说明情况后，后者的情绪尤为激动。他赵忠就没这个权利盖章，统一审核在我这里，而且商务部更没有出过这样的合同，是赵忠伪造的。宏志，这些东西务必给到我手里。好，老齐，这次要不是你，真就被李立明那狗东西给坑了。什么时候有时间，咱两家人吃顿饭，可得让我感谢一下呀。老陈，你太客气了。思瑶和利川可是同学，咱自己人。哈哈哈哈！利川也在魔都上大学，去了魔都后，让2个孩子相互照顾。对，一个地方的就得相互照应。利川那孩子挺勇敢的。随后，两家人客套的说了些话后，陈喜顺和金巧玲也便告辞离去。送走他们后，齐宏志当即又给楚华打去电话。宏志，你这次可帮了我大忙，赵忠和我不对付，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，正好借这个机会，可以名正言顺的把他赶走。我非要整他。当天夜里，赵忠和李立明找到陈喜顺家里，想要拿回那份刻有假章的采购合同，可两大舅哥在，动静闹得很大，两人只能灰溜溜的回去了。而陈立川一直在厨房里制作酱汁和面饼，哪怕外面炒成那个样子，他都始终没出去看一眼，反正自家吃不了亏的事。儿子，你还不睡呀？你们先睡吧，准备后天去卖，要多准备些酱汁和面饼。儿子长大了，爸妈，你们快去睡吧。咱家的卡拉米在我卧室写字台底下压着，咱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事一定要商量着来。金巧玲盯着儿子一下愣住了，渐渐眼眶红润，孩子真是一下长大了，真是妈的好儿子。你想要什么？跟妈妈说。好了，妈，快去睡吧。之后，陈立川继续做着酱汁和面饼，
一直到了次日清晨，陈立川还在厨房里做着酱汁。儿子，你一晚上没睡，要赶紧多做一些，不觉得累？没事的。刚刚老徐打电话，中午请咱们吃饭，我就不去了。下午3点之前要把酱汁都做出来。不想去就算了，完了让儿子好好休息，咱俩去就行。那好。徐婉堂听到中午要跟陈喜顺他家吃饭，钻回房间里化妆去了，总是会莫名笑起。爸，晚上同学约我去通宵，不回来了。上次的教训还不够啊？网吧里那都是些什么人？不准去。哎呀，爸爸，好多同学都去的，我们都约好了。再说陈立川也去的。提到他的名字时，徐婉堂不自然地低下头，心跳竟然莫名加速。那也不行，我就要去，我不管。徐婉堂躺在床上唱着歌，心情欢乐。当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女孩，遇到爱，不懂爱，从过去到现在。中午，两家人几乎同时到了饭店。老陈、立川那小子这几天忙着做饼，着了魔似的，想起一出是一出。昨夜一晚没睡，咱也管不下，现在补觉呢，不用管他，咱们吃。咯噔一下，听到陈立川不来，徐婉堂心口处难受了一下。这小子还想当面谢谢他的，走走走，咱们去吃。徐婉堂坐在椅子上患得患失，好在还有一件令他欣喜的事，晚上可以跟陈立川一起玩游戏，还是一个通宵。我晕 ，CS 8对8你都不去啊？人都叫齐了呀，缺你一个多不合适。胖子，要是平常我就去了，给你们高兴。但现在的多做一些酱汁和面饼，怕明天不够卖。再说了，昨晚我一宿没睡。陈立川态度依旧坚决，在厨房里手就没停下来过，一直忙活着。立川，你真准备去街上卖饼啊？这有什么？挣钱嘛，不丢人。你家还缺呀？多了不扎手，而且如果生意好的话，你们就来帮忙，我给你们工钱，只多不少。我可不去。川哥，走吧，网吧去呀。行了行了，你俩走吧，我肯定不去了，别愁眉苦脸的在我跟前晃了。立川，走吧，不行你就打前半场，后半场再回来。不去。陈立川摇摇头，索性把两人直接推了出去，重重关门。眼下要赶紧赚一笔，食材成本以及1200买的小车，杂七杂八花下来后，他身上只剩300多块了。准备完明天的食材后，陈立川便早早睡去了。当张涛和马小超来到网吧时，发现徐婉堂已经在门口站着了，跟崔自兵笑着聊天。怎么，崔自兵对徐婉堂有想法？跟我没关系。这孙子不地道啊，完全不给你留情面，丢人，跟立川一样，连个姑娘都搞不定。陈立川呢？有事来不了，不行，一会儿随便加个人，都能赢。卧槽，输了可是要赔小可爱和网费的，没他不行啊！再给陈立川打电话。说着，崔自兵拿出电话，当即给陈立川打去电话，可那边根本没人接。这时的陈立川早就睡着了。陈立川也太没意思了吧！徐婉堂失神地站在一旁，不断向远处眺望的俏皮模样。缺人吗？杨红走过来，看向几人问道。在一中念了1年后，杨红就转到了艺校，后来去了那里就很出名了。传他的话题很多，原来倒是跟张涛、徐婉堂他们是同班，但现在关系很淡了。少一个，你晚上也通宵？那一起吧。杨红点点头，随后大方拿出小可爱给几人散着，他的社会气氛足。张涛、马小超站他跟前，显得有几分小孩子气。行，那人正好够了，一起玩吧。崔自兵笑着点头，他不认识杨红，但听说过他的名气，眼下态度很好。杨红笑了笑，扫了眼徐婉堂，他就是徐婉堂吧？当时同班的那一年，基本没说过话，彪子的事都传开了，有不少人都知道他。随后一伙人走进了网吧，展开了激烈的 CS 对战。用这个时候，徐婉堂是十足的网红，几盘游戏下来，已然忘了陈立川不在的失落，完全投入到对战之中。马小超有意不跟徐婉堂坐在一起，但总忍不住偷望过去，见崔自兵跟他有说有笑，心像刀割一样难受。哎，你跟陈立川真是一对好兄弟，一个比一个粗。张涛，陈立川怎么没来？最近他老是瞎忙，很少来网吧。杨红点点头，就没再提陈立川了。原来杨红找陈立川借过300多，到现在都没还了他。想来他家还有一辆车，跟他处对象还是不错的。他本来家里条件优厚，但他却不选择跟朋友们享乐，而是一个人在大街上卖煎饼。朋友们遇到都嘲笑他，可他不在意，继续坚持着。清早6点出头，网吧门口一个独特的声音响起。魔都著名美食鸡蛋灌饼，3块一个，全家福5块一个，一口下去超级满足。在网吧里，崔自兵激动地站起，徐婉堂伸了伸懒腰，开心地笑着。赢了，赢了，走，咱们去吃早饭去。崔自兵高呼道，每个人心里都很舒畅，开心就是如此简单。随后一众人走出来，真是又饿又冷。卧槽，那是陈立川在那摆摊，
走在最前面的崔自斌最先看到陈立川，从震惊中高呼的声音逐渐变得嘲弄。他们这个阶段可是最讲究面子的时候。本来站在人群后的徐婉堂急忙往前走去，精心打扮的样子，希望被陈立川看到，不然要委屈很久的。给你们放的鸡蛋都是挑大的，要不加上火腿和辣条，那味道才叫不香。好，行，那加吧。鸡蛋灌饼小车前站的小伙使劲咽了口唾沫，这味闻得挺香的。很快，陈立川就包好那份鸡蛋灌饼，递给了小伙。那人迫不及待的一大口咬下去。哦，好吃！立川，你真来了，川哥！马小超叫了一声，也走了过来。两人处在陈立川一旁。随后，崔自斌一行人来了，而杨红在用一种非常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陈立川。当然，这应该是所有同学们的疑惑。川哥，你家还缺呀？怎么跑出来干这个？陈立川扫了一眼，这时他还在给其他人做着鸡蛋灌饼，没搭理他。哟，还挺专业。不是，川哥，为啥出来摆摊呀？家里生意出问题了？卖个电器本来就是小本买卖，何况现在生意越来越难做，不得出来帮家里挣点钱。别人喜欢听什么，他就说什么，免得一会儿。川哥，那你都做吃喝的买卖了，不得请同学们尝尝你的手艺呀？果然，崔自斌还是说出了让陈立川请客的话，这或许已经成为习惯了。陈立川笑了笑，没多吭气，然后利索地做起鸡蛋灌饼。崔自斌朝同学们笑了笑，眼神示意，意思再明显不过。胖子，加不加鸡蛋和辣条？加。马小超猥琐地笑道，他也没多想，以为陈立川真要请客。陈立川点点头，夹着辣条、火腿，包好之后递给马小超。总共5块，就是个几十块的小本买卖，多理解。这话是说给马小超，更是让所有人听啊！马小超当下愣住了，川哥家里吃了那么多饼，从来没掏过钱呀。而张涛明白兄弟的意思，拿出10块递给陈立川。我也加火腿和辣条，我跟马胖的一共10块。好嘞。做好另一份后，把鸡蛋灌饼给了两人，然后他们站在一旁大口吃了起来。自斌，你呢？要不要火腿和辣条？川哥，你这也太小气了吧，都不请同学们吃。哥们以前什么时候小气过？现在都混到摆路边摊了，你们还不得多照顾我呀？到底要不要加火腿和辣条？那必须得照顾呀。于是崔自斌带头付了。眼下谁都不好意思让陈立川请客，我就要辣条，感觉吃不了火腿。早饭要吃好，配上酱汁味道很香，还是把火腿加上吧。那好吧，听你的。徐婉堂点点头，很是乖巧，还以为陈立川有意关心自己，然后拿着鸡蛋灌饼站在一边开心的吃起来。徐婉堂大口咀嚼，然后不可思议的盯着陈立川，没想到会这么好吃，很上头。我也不要火腿，早晨反胃，吃不下。最近怎么没见你？偷偷学了门手艺啊？这酱汁可是从我都送回来的，百年老字号里的师傅们做的。早饭要吃好，配上酱汁味道很香的，还能暖胃，还是把火腿加上吧。那行。听着这话，徐婉堂心情一下不好了，赌气似的狠狠瞥了杨红。吃完还不走？怎么还想跟齐思瑶对象有点什么？杨红的话很露骨，他在班级群里这段时间传的陈立川追齐思瑶的事，他知道的，也清楚徐婉堂和齐思瑶关系好。所以就是呛他，然后扭头走了。而徐婉堂心里有气，但是知道杨红不好惹，这么的局面也识趣的走了。而陈立川没理会他们，专心的做着饼。涛子、马胖，你们拿上我家钥匙，厨房里有放生菜、酱汁、火腿的桶，赶紧拿过来。还有，记得再给我拿一个腰包。很快又埋没在人群中，哪怕是曾经单月6万的手速，也扛不住不停歇的做，人们都抢着买。生意好成个这样，立川从哪学的这手艺？以前没听他说过啊。两人的动作都很利索，来回5分钟左右就提着食材桶赶来。立川，哥们帮你。胖子，你帮我撕火腿，打下手，记得戴上手套。没多久，3人就大汗淋漓，干得热火朝天。不到12点的时候，徐婉堂就来到网吧这里，但陈立川已经不在了，一种莫名的失落感顿时涌上心头，同时不禁又想起杨红的那句话。是啊，陈立川一直在追瑶瑶，虽然瑶瑶明确拒绝，但在同学们眼中，他们2个就是一对。徐婉堂想着这些事，在一处阴凉的地方站了许久。小伙毕业后，带着好兄弟在大街上卖东西，没想第1天就全部卖光，回家路上还被美女同学带回家，场面惊心动魄。临近中午1点时，煎饼小摊这里才渐渐没了人。马小超和张涛坐在一旁的阴凉处，喝着汽水，各拿着鸡蛋灌饼吃着，但陈立川依旧在做着饼，没有停下来。立川，过来谢业会啊，又没什么人，你做给谁吃？陈立川摇摇头，没多说话。半天时间，喊得嗓子都哑了，但还在做着饼。没一会功夫，
陈立川把打包的多份鸡蛋灌饼的袋子递向张涛，涛子，拿去网吧卖，那里没个饭点，多会饿了才想起吃。这个时间点正是饿的时候，估计玩游戏没时间去外头要饭，应该好卖。爸，让我拿去网吧卖。这里总共20张饼，都是全家福，卖1张你抽1块，在网吧全卖了就是20。当然，您俩帮忙的另算，挣钱嘛，不丢人。我家比你家有钱吧，我都出来摆摊，你有什么放不开的？好，那我去。张涛一咬牙，接过陈立川手中的袋子。胖子，你再回家一趟，帮我拿1桶面。陈立川又说道。马小超点点头，没有任何抱怨，立马起身往回走去。而后陈立川守着小摊，零零散散的卖着。张涛来到网吧门口，正好看到徐婉堂待在那里发呆。徐婉堂，中午吃饭没？买个鸡蛋灌饼吧。好的。陈立川在哪？张涛也不想找钱，多卖一个，自己能多挣1块，又给徐婉堂丢了一份后，溜之大吉。你这个人。徐婉堂愣住了，左右手各一个鸡蛋灌饼，但因为杨红的那句话，想找陈立川的话，再也不好意思说出口。鸡蛋灌饼，魔斗100年老店专用酱汁配料，5块一个，不多了，马上就卖没了。这来一个26号就要1个，这也要。一时间，网吧里竟然抢起来，20个鸡蛋灌饼已经一扫而光。一直到晚上8点的时候，准备的食材终于卖空。陈立川3人身上挂着的腰包都是鼓起来的，拖着疲惫的身躯往家走去。今晚在你家睡了，我也去你家。对了，这32块是网吧里卖灌饼的提成，我没往腰包里放。张涛拿出皱巴巴的一堆零钱，晃了晃去，又放到兜里。陈立川点点头，累到一句话都不想多说。3人的步伐缓慢，月光将他们的身影拉得很长，只剩下小车滋啦滋啦的声音。走到内街，3人目光涣散，经过巷口时，皆是猛地看了过去。怎么有一个人在那里杵着？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我把钥匙锁家里了。徐婉堂低声道，带着哭腔。他没有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见到陈立川。刚刚卸了妆，昨夜通宵还没休息好。你爸妈不在吗？他们回我妈村里了，手机也锁在家里了。而且从村里到县城，开车都要走4个多小时的路。你不行去齐四瑶家睡一晚。不行。突然，徐婉堂喊了一嗓子，然后超低声：我只穿着短裤和内衣，楼地里梳头发时，风一下把门磕上了。原来这才是徐婉堂猫在这里的原因。打算天黑街上没人后再去齐思瑶家里，可下来待了一会，我害怕了。你先把衣服披上。陈立川清早出来时穿的外套给徐婉堂丢了过去，后者急忙穿上，这才是低着头缓缓靠近3人。马小超忍不住回头扫了一眼，湿漉漉的头发贴在白皙的小脸上，是那般可爱，尤其是一双小脚，脚趾头很是好看。不由得，马小超还是低头看了看他的脚趾，他只穿着拖鞋。我倒是可以给你开锁，大家都是同学，肯定算你便宜点，一般都是30的费用，收你20，怎么样？你还会开锁呀？我肯定能给你开了，而且不会回锁信。陈立川立马保证道，当下态度很好，眼前的可是顾客。我相信你。马哥，我房间床底下的小箱，帮我拿过来，一会分你5块。10分钟的功夫，马小超就提着工具箱回来了。随后徐婉堂带着陈立川上楼，张涛瘫坐着，一下不想动。至于马胖，则是装清高，故意不去。就是这里。徐婉堂指了指自家的门，看着陈立川时，嘴角总是带着笑容。陈立川打开工具箱，先把猫眼取下来，配合着一条长细布伸进猫眼，往上一拉，门咔嚓就开了。前后不到30秒钟。这么快？小本买卖又是上门服务，这手艺活学成可不容易，学费都赚不回来，20块，谢谢。陈立川摊出了大手，噗嗤一声，徐婉堂笑出了声。陈立川，你真的好有意思呀！等下我回家给你拿。徐婉堂走进屋里，看了眼门口的陈立川后，突然变得扭捏，声若蚊蝇道：你要进来坐一会吗？我家里有好多饮料。不是，大姐，时间不早了，给钱让小弟车养。好的。徐婉堂呼吸急促，就像做错事的孩子，刚才的思想不由得想歪了，于是慌忙进屋，乖乖拿了20块出来。接过钱，陈立川瞥了眼徐婉堂，要不把衣服给哥们吧，明早出摊的时候不至于挨冻。衣服？哦，哈哈哈哈哈！陈立川，你说话怎么这么有趣？徐婉堂下意识地脱下衣服，陈立川大脑也处于空白状态，眼前的妞盯着看了好几秒钟，一声尖叫，徐婉堂这才反应过来，转身跑回到卧室，外衣也掉在了地上。陈立川急忙捡起衣服，重重关了门，然后提着工具箱快步下楼。开个锁还搞得这么惊心动魄。别的穿越者都带着系统，而我却只有前世的谋生记忆。为了赚取人生的第一桶金，毕业后我带领好兄弟卖煎饼。你们猜猜我们今天卖了有多少？一天卖了有1800啊！这么多，我爸妈2人加起来1个月才挣1000出头。
来，跟你们俩说个事，这个暑假准备跟着我干嘛？立川，我跟着干，我也要。那好，那就谈清楚工钱的事。抛开成本不去计算，我给你们2人总共1成的收益分成。比如今天盈利额1800，我给你们各90，如果明天能卖2000，那你们每个人就能分100。还是日结。嘿嘿，谢谢川哥，我终于有过百的零花钱了。瞧你这出息样，兄弟，谢了。以小组的方式共同盈利，这样更有助于团队的协调工作。虽然只有3个人，但也要认真管理好。而以日结的方式，更能调动2人的积极性，谁兜里都不宽裕。那好，既然定了，从明天开始，涛子，你在网吧外卖也要算到团队里。没问题，这段时间会很辛苦，你们要有心理准备。但随着咱们鸡蛋灌饼的名声打出去，生意只会越来越好。你们每天挣100是没问题。我啥活也能吃得下。我也是。那好，咱们抓紧时间。张涛，你先去睡，明天早起一会儿。胖子，你跟来做饼，先把酱汁盖起来酿1晚上。张涛倒头就睡着了，打鼾声随之飘出来。而我和马小超一直从晚上9点做面饼到次日凌晨2点才回屋去睡。清早5点半，张涛先起来给小车里装食材，赶在7点之前赶到了网吧。相比于昨天，张涛已经游刃有余，在抹油开始做饼时，就跑进网吧里大声吆喝：鸡蛋灌饼来了，要吃的赶紧出去买。哥们，需要帮你带1份吗？全家福5块，你买5块的划算。很快，小摊围满了人，马小超打着下手，同时还负责收钱找钱，效率比昨天明显提升了不少。通宵完回家的，为了便宜赶来包早场的，这2拨人都挤在7点前后这时间点，嘴馋着突然出现的新奇小吃，关键也能吃饱。没一会功夫，至少卖出30多张饼。过了这个点，网吧这里就零零散散的没什么。然后转到秋水口巷子。城里住的人，但凡出来逛逛，都会在角水口巷子里走一走。过了8点半，这里就变得尤为热闹。忙的时候，一个人根本做不过来，所以马小超就负责打下手，张涛跑腿，拿生菜、面饼、酱汁等食材。中午时再跑网吧里送外卖。小县城的人说话又有几分夸张，人们吹嘘鸡蛋灌饼怎么好吃，口碑一下就打了出去。今天的生意远比昨天要好。哎，真是陈立川他们。你要去哪？你们真出来摆摊呀？昨天班级群里讨论你们的事。我还不相信呢。嫂子来了。马胖子，别乱说行不行？我跟他就是普通同学。齐思瑶，这些人就喜欢胡乱瞎说，不好意思。我知道，没事的。懂了，爱是克制，喜欢是放肆，舍不得让他受一点委屈。但请你放心，我会为你打下一片江山，为你亲自带上凤冠。马胖子，你被徐婉堂甩，把脑子也甩傻了，乱七八糟的说些什么？哟，嫂子来了。立川，网吧还要15份，做好没？哎，跟这俩货也说不明白了。照顾下老同学的小本买卖吧。行，那给我2份。嫂子慢走。都吃过早饭了，你怎么还去买？而且还跟陈立川说那么多话。伟，晚堂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所以我不该对陈立川有恨意了。而且，你要记得我们的约定。你不吃吗？好，那我吃2个了。哇，好好吃，我还要去买。在下午6点时，马小超提前回家里做面饼，张涛收拾好其他杂乱东西，也先回去了。不到7点，昨天做的面饼就都卖空了。他会怎么想我呀？我又不是故意的，但是我的腿很好看呀。他会不会有感觉？明明盯着看了好一会儿啊，现在这会儿他应该往回走了吧？哦，这人有点面熟呀。哇，美女啊，这谁来着？怎么用这种眼神看我？靠！在我家附近呀，被邻里邻居瞧见可不好吧？什么价格，服务没问题吧？陈立川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去，竟然知道我名字，是认识的人。我这鸡蛋灌饼的价格也不贵，服务更没得说，都是给客人挑大的鸡蛋，生菜也2组。刚在琢磨鸡蛋灌饼的事，你怎么了？看你这傻样，怎么想起卖鸡蛋灌饼了？不过还挺好吃的。我说最近怎么不见你去网吧？原来是忙着挣钱，生意那么好。你怎么在这？我在等你呀。有什么事吗？想跟你处对象。陈立川，我其实喜欢你很久了，我们在一起好不好？不能拒绝我，不然我会哭的。哼，杨红，你真不要脸，自己往陈立川怀里钻。那个美女，你先放手一下。你是杨红吧？装什么呀？我们彼此还是先冷静下来。现在家里有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切，还想齐思瑶呀？人家都不喜欢你，你犯什么贱？跟齐思瑶没关系，我只是觉得我们还没到那一步，所以先冷静。我暗恋你不行啊？先回了。切，装什么装？不过他对齐思瑶这么深情啊。